你试探的本意原是寻母，却未料机缘巧合与自己的姨母相认。倘若将这些证物呈与上官将军，二位要跳的，只怕是火坑了。没错，我二人与媚丹峰确是骨肉至亲，现在也是彼此唯一的亲人。在孟达亨的生死关头，您居然置之不顾。敢问夫人，您是从何时得知孟达亨就是谋害媚丹峰的帮凶？胡掌柜死后，孟达亨就向我道出了血魂林旧案的真相。那时我才知道，曾经自以为踏上的归途，可事实上却是另一重深渊。20年前，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媚丹峰为了守护封魂白骨沙，在血魂林中惨遭追杀。不留封魂白骨沙，主上休想出力。尔等白鹿竟敢背信弃主！如今你非丹峰，我非鹿，屠杀才是你的唯一活路。本主宁愿绝命于此，也不会交出毒杀。既然如此，我便成全于你。夫人可知，除杜贤、胡掌柜和孟达亨之外，另一名白鹿杀手又是谁？这人，他并没有向我透露。我只听说，那名杀手擅长滴水诀。还有一事，媚丹峰生前曾经在信里留下一句话：“得指还者，得毒杀。”得指还者，得毒杀。眼下情况复杂，你们务必警惕。若是再想到什么，请立即告诉我。在下先告辞。公孙兄，你在哪里找到的？一个你绝对想不到的地方。江兄仔细看看，这玉笛是否完好如初啊？一切如初。江兄好生收放，千万不要再弄丢了。好，劳公孙兄费心，多谢。举手之劳。既已物归原主，在下便不打扰江兄休息了。公孙兄慢走。
怎么，又不舒服啦？应该是在林子里受凉了，只觉得头重脚轻，身心俱疲。不让你去，你偏去，赶紧歇息吧。娘，您怎么心事重重的？你说公孙策是不是把我偷玉笛的事告诉江玉湖了？方才江玉湖看我的眼神怪怪的。他要是想拆穿我们，之前就不会私下来找我们问，也不会自己把玉笛还给江玉湖。吓了我一跳。您还会心虚啊？咱们的身份第一天就暴露了，笛子的事情人家不拿到明面上说，是给咱们娘儿俩留着脸呢。你以为别人都不知道？你这跟明抢有什么区别？那我不都已经还回去了？那是你还的吗？娘，心虚的滋味不好受吧？这么多年被衙门整天追捕，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，这就是自由吗？咱们不是说好了？您就别再拿话打发我了。这些年来，您哪次不是说再捞一笔，再捞一笔就收手的？可咱们又没有将钱拿来挥霍呀。哦，现在为了一个包拯，你竟要做如此牺牲，我看你呀，日后要后悔的。情出自愿，事过无悔。我这不是牺牲，是重生。倘若这世事都留有余地，或许我会一无所失，但我也必将一无所得。这几日相处下来，其实我觉得他或许有那么一点点喜欢我。娘，你以前总是说要傍个有钱的男子，今日你却说喜欢。哎呦，怕是你已经栽到他手里了。这才见了几面，怎么就被勾了魂呢？哎呀，罢了，就依你吧。我就知道你最疼我了。也许老天不会眷顾不知天高地厚的傻丫头。但愿我女儿是个例外。只是啊，你将来碰了壁，不要再回来找我哭。怎么会呢？那歇息吧。嗯。再喜欢谁也得有心力才是啊。嗯。得指还者得毒杀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要是能猜出来，早就轰动武林了，哪还有功夫做我们的跟屁虫？要凭脑子蟾宫折桂的又不是我急个什么劲儿啊？你呀，就是个平平无奇的毒舌公子，爱吵吧，还谁都吵不过。就跟天不热，你还总爱扇着把扇子是一个道理。包拯，你管不管？管。哎，展昭，你有没有听说过滴水诀？滴水诀？嗯，我听师傅说过，江湖上有一独门功夫，名叫滴水诀，挥手之间可弹出毒水，如白雨跳珠，飞洒成片，令人无法躲避。但如果将它和另一种剧毒相融合，便可以以毒解毒。因为会这门功夫的是一个女子，宁停善睐，美得雌雄莫辨，便得了一个滴水观音的名号。
听说他早已退隐江湖了。滴水观音，那个和胡掌柜密谋叠穴客栈的神秘人，不也和观音有关吗？你接着销声匿迹，我呢继续杀人如麻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凶手的下一个谋杀目标正是滴水观音。这次，我们既要捕蝉，也要捉雀。滴水观音是谁？他就是欲夺白骨指环的另一名白鹿杀手。水仪。清明姑娘，包公子，水仪是否在房中？房中只有南姑娘在熟睡，我刚才走遍客栈也没有看到水夫人。他会去哪儿呢？那幅画像上，指环反常的藏在媚丹峰的发簪中，而那发簪名为凌云簪。纵观客栈上下，便只有一物与凌云有关。地窖中刻着云样图案的葫芦，正是。水仪窃取而去的白骨指环得而复失，他多半能猜到是阿策劫走了笛子，但未必会料到我们已将指环之谜破解。如此一来，他可能去的地方便只有地窖。怕就怕，这也正是凶手下的圈套。救人要紧，咱们赶快走吧。包大哥，再耽搁下去，迷迭香就要来了。你担心此处有埋伏？门一旦打开，他又会是一个致命关隘。包公子，您是要去地窖吧？我来给您开门。完了，果然如此。哎呦，开个门竟然开出一只迷迭香，我这手可真是够深的。你的确出手不凡，但也着实招人烦。罢了，迷迭香本来就是个幌子，地下的机关才是在劫难逃。荷儿，你和阿策在客栈观察每个人的动向。咱们走。单走这段路就要花费近半炷香的时间，也不知水仪能否挺得住。如果白鹿杀手是待宰鱼肉，那凶手应该是为媚丹峰接身报仇吧？与媚丹峰骨肉相连的人只有孟夫人和清明，但这二人一个雷大雨小，一个怕风窃雨，不像是以血洗血的人啊。面目全非者，往往比面目狰狞者更可怕。我们要提防的，反而是其貌不扬的人。此行踏入血魂莲的每个人都是待解之谜，最危险的不是一知半解，而是自以为知道的都是错的。这门定是被凶手给封住了，待我将他撞开。小心！陈昭，你没事吧？这鬼客栈真是一步一个坎，不仅要提防其貌不扬的人，还要提防其貌不扬的门。你终于自己悟出个道道，也算没白摔。
熔炉已经开燃，水衣不在他处，毒水被困于熔炉之中。站哨！包大哥，这回门真被封住了，你有不砸门的法子吗？有。怎么会没有反应呢？这枚指环会不会是另作他用？也许吧。包大哥，炉火熄灭了。水衣，救他！你挺住，我马上救你出来。水衣，水衣，告诉我凶手是谁？胡掌柜，可他已经死了。其他人也不姓胡啊。江玉虎。救谁？水衣，救谁？水衣，水衣。将军，您可得信我呀，这事儿和我真的没关系。您听我说。哟，水夫人。水夫人，又是媚丹峰的封魂白骨砂。哎呀，这时辰掐的也忒准了，咱们来时那迷迭香刚好燃的只剩一截了。香消玉殒，何其哀哉！你手怎么那么欠呢你？那花谢了值得可怜，我这天生的嫩草就活该吃瓜唠。哎呦，将军呐，小的冤枉啊！您要是真的把我砍了，我可就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被门谋杀的小二了。你别这样，到那时啊，一定会覆盆难照，五岳云豹，血溅10丈白帆呐！将军，你再熬，老子马上砍了你做陪葬。将军，保正，你可知凶手是谁？回将军，我等赶到时，水姨已被凶手置身于熔炉之中。我们虽将其救出，但封魂白骨砂致命在先，纵向死地求生，为时晚矣。水姨生前曾说过一个“胡”字。胡字。娘。南妹妹，南姑娘，信不信？凶手一定是江玉虎。那江玉虎为什么还……嘘，谁知道他们有什么过节？江玉虎在何处？我刚才寻了他半炷香，也没找着。带水姨回房整理一下吧。想来他定然也不想让自己这般狼狈。我会帮着你。
就算将此地翻个底朝天，也一定要将江玉虎捉回。你查案要紧，免得凶手再次动手。我留下来守着他。好。那你一定要照顾好他。我明白。他怎么样？看着很平静。要我说，还不如使劲哭一场呢。那样子看着，真让人揪心。他们母女浪迹江湖，相依为命，怕是一时半会儿缓不过神来啊。包大哥，你别太自责了，好歹我们帮水姨留了个全尸啊。死者已矣，生者只能尽责求生，况且魑魅魍魉莫能逢之，这本就是场新鬼与旧鬼的恩怨战，无极亦无常。水姨若不是对封魂白骨砂心存贪念，也不会让凶手正中下怀。水姨虽有心窃取封魂白骨砂，但在他赴死之时，却是为了救人而劫杀。如此一来，便可与滴水诀融合做解药。他是为了救谁而死？沈寒吗？是南天竺。南姐姐也中了封魂白骨砂，这不可能。昨晚我们去血魂林追寻孟达亨时，南天竺不慎被失而复得的灯笼扎破。当时情势危急，并没有发现灯笼早已被身中封魂白骨砂的孟达亨所燃至。哎，好像是小心！让我看看。没事，许是这杆子上的竹茶。方才我见南天竺的臂腕上出现了数道血痕，与沈寒毒发之状如出一辙。如若再寻不出解毒之计，他们的余生随时都抵不过一炷香。南姐姐知道这个噩耗吗？也许吧。今日我们从血魂林回来的时候，曾经讨论过沈寒的伤势。待他发现血痕，自会心知肚明。南妹妹，你家，你娘她……不用安慰我。从我做贼那天起，我心里就有数。说不准哪天失手，便要丢了性命。只是真到了这一日，我总觉得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完，还有许多风景没来得及一起看。从前总想着来日方长，却不知一觉醒来，已走完我们母女的最后一程。我们命中注定要失去所爱之人，不然怎么会明白世间尚有永恒之所在？
如果生离死别才是永生的代价，那宁愿是我去做那个赢家。南妹妹，你还好吗？白姐姐，我肚子有些饿了，你去帮我端一碗粥来吧。好，你先歇着，我去就来。嗯。没了滴水诀，我们上哪儿去抓救命稻草？水医有滴水诀护身，本可以逃出升天，但仍被毒杀所害。我已检查过疑似滴水诀的暗器，既不在熔炉中，也不在水医身上，因此我怀疑滴水诀已落入凶手手中。江玉湖费尽心思，将白骨指环占为己有，谋逆之心昭然若揭。携指环以备主做妾，这颇像是杜贤麾下新晋杀手的做派。得指环者，得毒杀。江玉湖若是藏有封魂白骨杀的凶手，即便是为了争做暗杀组织的头目而窃取指环，也不必急于一时。因此，我怀疑江玉湖并不是真凶，而是继水医之后的下一个死者。他在水医遇害时恰巧失踪，有可能这正是凶手打的马虎眼。我们尚未收到下一封匿名信，现在江玉湖又能躲到哪儿呢？血魂林，林中的蝙蝠因中了封魂白骨杀而变成獠牙怪，因此这也说明凶手曾在那里出没过。现在江玉湖稍有不慎，便会落入凶手的圈套。那我们即刻动身吧，找到江玉湖就能找到真凶，等到把滴水诀抢到手里，南姐姐就能性命无虞了。走之前，我想再看一看南天竹。好。南妹妹，这……阿软，南姐姐呢？南妹妹人不见了。不见了。怎么会不见呢？她不是正在为水医处理后事吗？南妹妹说想吃粥，我便去厨房帮她将粥端来，谁知就一会儿的功夫，她就不见了。南天竹又出了客栈，青明应该知道，不如我们去问问他。